喂，老婆。他就在我对面。你跟他说。 咱俩还是算了吧。依琳为了我和孩子付出了很多，我不能为了你把他们抛弃了。江一林，你行啊，你心真够宽的呀。你们能够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这个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应该想清楚。 秦山，秦山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尝到了被欺骗的滋味啊？是林伟欠你的，我替他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6点钟准时回来。哎，我这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找不到平衡了吗？你不是说你动摇了吗？青山，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以为你真爱上我了呢。我是真的有点爱上你了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是真的。你看，你敢吗？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对不起这3个字。我一开始就想到这种结果了，但是唯独不能让我原谅的，是你居然当着江一丽的面，在她的电话里跟我说分手。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这段感情，反正在我心里，我有多爱你，这份爱就有多珍贵。青山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也太小瞧你自己了。怪不得你找不到平衡呢，因为你太懂得怎么把天平偏向于你这边了。小莫，妈妈回来啦。爸爸正在做饭呢。哦，媳妇儿，回来了。这些菜都是我跟爸爸一起买的。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蚝油鸡翅，快尝尝吧。小莫，来坐下来。好吃吗？妈妈好吃吗？爸爸好久没下厨了，手艺还在。爸什么时候下过厨啊？我记得那是你爸在大学追你妈的时候，当年的拿手菜。你觉得现在味道变了没？我不知道，你觉得变了吗？爸妈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。说。我们学校开了兴趣班，我想学跆拳道。好啊，跆拳道就是男孩子练的，爸支持你啊。学什么跆拳道啊？太暴力了，不适合他这个年龄的小孩。妈，这就是一项运动。斗牛也是运动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都不敢看吗？哎呀，这斗牛跟跆拳道，它能是一回事吗？是不是一回事？斗牛对的是牛，跆拳道对的是人，是吧？媳妇儿，我觉得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？你看我现在我还在练击剑呢，对不对？击剑它也很危险。什么时候小莫的事儿你也插手了？
今儿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不是小莫的事儿。小莫学不学跆拳道本身没什么，是我自己想发泄。之前跟秦山抢他，就好像打一场仗。我是一门心思想把他往回拉，一门心思往前冲。现在他们俩分了，这场仗打完了，一回身我才发现自己身上到处都是伤疤，才开始觉得疼。人一松下来，才开始想很多事儿，想他们，想我们。我这才感觉到，林伟其实有很长时间已经不再跟我说他工作上的进展，他在公司里跟同事之间那些破事儿，我好像也没有再跟他说过我生活中我的那一点点小感觉。除了孩子，我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其他话题。其实这每一天的日子都已经在暗示我们之前的变化了，我竟然没有意识到，还傻乎乎地认为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让我颠覆了我对我老公的看法。跟打败秦山比，要打败这种伤痛更难。其实也没那么难，这些道理你说出来不都挺明白的吗？每个人呢都得习惯向目的妥协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，有时候很残酷，没办法。你既然决定要守住这个家，你就别再把它往外推。你试着跟他找点新的话题聊聊。这感情这事儿呢，它就像一个花儿，你除了这个浇水啊、施肥啊、晒太阳，你还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就像那花盆，它裂了缝，你得先把它补上，是不是？试试吧。什么叫试试？你自个儿看看，你自个儿看看你自己，你这能行吗？给点信心。什么叫试试？